出貨一度碾壓老乾媽，国民下飯神器变成廚房雞肋。曾經家家必備的豆腐乳，怎麼就突然沒人吃了？以前吃饅頭加塊豆腐乳放到嘴裡，那簡直比肉都香。那時候的腐乳瓶在家家戶戶的廚房裡都有一席之地。超市貨架上更是王致和、鼎丰、广和三分天下。可如今再逛超市，腐乳区总在最偏僻的角落，年轻人的购物车裡塞滿了沙拉醬、千岛酱、韩式辣酱，唯獨見不到腐乳的影子。曾經靠一塊腐乳拌3碗飯的国民醬料，怎麼就成了年輕人眼裡的老古董了呢？要知道豆腐乳为啥失寵，得先搞清楚它当年为啥那麼受寵。腐乳的誕生本身就是中國人对食材的一种改造。新鮮豆腐不好存放，发酵之後不僅能長期保存，還能生出獨特的風味。這種變廢為寶的本事，剛好適合當時物資匱乏的年代。上世紀60、70年代，肉蛋是稀罕物，豆腐乳就成了性價比之王。5分錢一塊的腐乳能讓一家人的早飯都有滋味。那時候，北京王致和的門市部前總排着長隊，上海人買鼎豐腐乳得帶着自家的玻璃瓶，廣州街坊為了一罐廣和白腐乳也能排長隊。在當時，除了救急，北方人燉肉時也會放一塊紅腐乳，就連最簡單的涼拌菜加一勺腐乳拌勻，都能比放醬油更有口感。腐乳的輝煌還不止於餐桌。改革開放後，王致和腐乳作為中國味道走出國門。1993年，王致和腐乳還獲得了國際食品博覽會金獎。那時候的他可比現在的網紅醬料風光多了。巔峰時期，光是王致和一家的年銷售額就突破了3億元，全國腐乳市場規模更是達到幾十億。可腐乳的衰落不是一夜之間的事，最致命的一擊就是高鹽這個撕不掉的標籤。這屆年輕人把健康刻在腦門上，而腐乳剛好踩在了雷區上。去過腐乳廠的人都知道，發酵過程中加鹽不僅是為了調味，更是為了防腐。傳統腐乳的含鹽量普遍在15%以上，有的甚至超過20%。以前物資匱乏，大家沒心思關注健康指標，只要好吃就行。可現在不一樣了。90後、00後被控鹽減油的觀念洗腦，看到高鹽2個字就自動繞道，再加上腐乳廠商早期對這個問題的佛系態度，讓負面口碑越積越多。很多品牌幾十年不更新配方，包裝上的營養成分表遮遮掩掩，直到近幾年才開始推出低鹽版，可這早就錯過了最佳時機。不過腐乳的衰落也不僅僅是自身的問題，還有現在的醬料界內卷。以前的廚房醬料只有醬油、醋、腐乳老3樣，現在的超市醬料區能讓人選到眼花繚亂。中式的有黃豆醬、豆瓣醬、香菇醬，西式的有沙拉醬、番茄醬、黑胡椒醬，韓式的有甜辣醬、拌飯醬，日式的有味增、照燒醬，就連東南亞的冬陰功醬、沙爹醬都能輕鬆買到。在這麼多新面孔的圍攻下，腐乳的老派就顯得非常突出了。就連在傳統醬料陣營裡，腐乳也打不過自己的同門兄弟，比如豆瓣醬。靠着川菜的流行，它成了火鍋、麻辣香鍋的必備調料，市場規模也越來越大。黃豆醬又靠着百搭，既能炒菜又能拌面，也搶走了不少腐乳的市场。而腐乳從全能選手變成了冷門替補，只有在做特定菜的时候才会被想起，自然買的人就越來越少了。当然，这届年輕人的餐桌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了，而腐乳剛好沒跟上這種變化。首先是吃飯場景變了，上一代人大多在家做飯，腐乳作為廚房常備品，自然就有市場。可現在的年輕人，要麼點外賣，要麼吃快餐，要麼在外面聚餐，在家做飯的次數越來越少。其次是飲食觀念變了，上一代人追求吃飽吃香，腐乳味道剛好符合，而這屆年輕人追求健康精緻，不僅要控鹽控油，還要吃得有格調。腐乳的土味包裝、高鹽屬性、發酵食品的標籤，都和現在的年輕人飲食觀念格格不入了。還有就是烹飪方式的變化，上一代人做飯講究簡單快捷，腐乳的一醬多用自然就很受歡迎。但現在的年輕人要麼追求網紅食譜，用各種新奇調料做創意菜，腐乳的重口味反而成了累赘。所以說到底啊，豆腐乳的衰落不是因為它不好吃了，而是因為時代變了，人們的選擇太多了。但這並不意味着腐乳會徹底消失，就像老北京的豆汁、南方的臭鳜魚一樣，腐乳作為一種有歷史有風味的傳統食品，也總會有自己的愛好者。